赛的队伍。我觉得 LGD 他们在夏季赛这个5小阵容组成之后，他们的目标就想要去突破自己的上限。包括今天九恒也聊到了，像小明和小白熊的一个加入，真的是也去让小洛这边的压力得到了缓解。是的，所以打到巅峰对决，究竟谁会是最终的赢家？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解说席。 好的，观众朋友们，在七彩盒子 LGD 和北京微博的今年的第7次交手，打进了第7局，迎来了今年的第7个巅峰对决。本次年度总决赛淘汰赛第1场巅峰对决，阵容揭晓，对抗路，曹操对曹操，同英雄的对抗路对位，当前版本提名的答案。 打野位会是一样的吗？小白熊和暖阳，原坦对裴擒虎。原坦这边倒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巅峰对决打野，但是裴擒虎这个英雄很少见，在今年。暖阳和老朋友一起进到了巅峰对决，最终他选择相信在今年年总100%胜率的裴擒虎，而中路沈梦溪、中上都是同英雄对决。 LGD 应该没什么变化，下路肯定是父子，但是微博变了，小麦的戈亚，那最后游走位置呢？鲁班大师应该也 LGD 不会变的，看北京微博了，也是鲁班大师，不是微博这套阵容，他在出了鲁班大师的情况下，但并没有配鲁班7号，他们贯彻了。 今年一直以来的单挂鲁班大师的思路，配了一个戈亚出来，但是在上中野的选择上，保持了上路和中路的英雄没变，但是选择了新人一手裴擒虎，暖阳的裴擒虎这套阵容选出来之后，跟 LGD 他们拿出了目前我们在版本里面大家都公认的巅峰队最强阵容去做对抗。对，我觉得好打吗？我觉得很期待啊，就是因为既然都选了，他肯定就猜到了，因为都已经是名牌阵容了。 就我觉得是已经下过功课了。我们很多人都会去猜测，北京微博在林教练的执教之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勇于去做尝试的教练。对，他会是在大家都认为这个版本的固定答案这套里面，他会去做一些尝试，会顶着各种舆论的风险去做尝试。上一次他们打这套答案的时候，用的是一个蒙恬加劲的上野组合，然后下路是个父子。对，那场没赢。没错。 就他要迈出这一步，但这一步能不能成，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比赛。请做好准备。双方的巅峰对决第7局，蓝色方杭州LGD BW，红色方北京微博，我是瓶子，我是上一将花卷，我是解说黄超。我选择的中开还是一样的，至关重要的中线，第一波中线就决定前期的走向了。 上路见面直接对拼，两个人的皮肤都不一样。对，这一波对拼，子墨的状态会更好一些。先拿到了线权，哎，但是看这平原这边炸弹猫其实血量是占了优势，然后下路资源应该是拿不到了。哎，互相追，哎，打出了闪现，互相交了闪现啊！听月跟小明。 这两边从上路到下路到中路的对抗，全部都是拼尽全力。对，一直在拼。拉满谁先到？拉满。音乐状态会更好一点。但是戈亚前期就比较强一点。哎，这波来了，这波小明，但是被鲁班大师踩了一脚，这边拿到残血，赶紧2技能第2段撤走。这下路微博已经打得很赚了，而且在上路，暖阳刚才是老虎红开，帮子墨的曹操拿了一个空间之灵，帮上路也建立优势了。对。哎，这上下两线，北京微博前期都赚了。 但今天的比赛，两支队伍它就是谁在前期拿优谁就好打。对，但是就是微博这边阵容肯定是要接着去保持这个优势，然后经营下去的，因为他们这一把阵容不一样。对，老虎的可能更多就要跑效率。嗯。老虎这个英雄在今年打到鲁班7号这个英雄的时候，他的胜率是一半一半，对位了18次。 对位场次还是很多的，是的。他如果是配合他的好搭档蒙恬，那倒是100%的胜率。但是这一把他选择了曹操，是的，因为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很强的切入点。对。
会将好。哦，哇，圆这坦，波给了个链子接了一下，那沈梦溪大招距离不够，小明这边最后一个大没甩到。两个中单，一个在下路，一个在中路，都是残血逃生。上路小洛一个赶两个，因为队友在靠，这波微博是不会恋战的，要直接帮老虎速刷野区，哎，这波因回撤被打断了。为残了得回。那这个时候小明可以做很多事情。嗯，是的，那既然听月他回去了，对于微博来说，上下两线就得稍微打得缩一缩了。对，听月一回这段时间的河道都是 LGD 掌控的。那发现这波中辅联动来了波下路，下路想越，想闪越，中期的攻了。打开闪现，但是链子还是拽上了，一血出发，小换一个拿了一血，但是可以换走一个鲁班大师然后老虎把这个线给吃了。啊，就线没浪费。但是这一波小麦的阵亡，他的经济就要停滞一会儿了。而且他这波是交闪还死了，对，下一波小九和小仔还会找他。亏损最大化，关键选手小洛和暖阳。暖阳这身上又是5杀，又是 KPL MVP， 还有 FMVP， 还有亚运金牌，各种徽章傍身。年总100%胜率的裴擒虎，嗯然后小洛这边也是对抗路上的单杀王。哦，这波反应很快，直接交闪现了。代表这一场都很专注啊，嗯，非常集中。就今年2个对抗路选手小洛和子墨，都是一个是单杀，一个是一血，是的，对吧？一个是单杀王，一个是一血王。子墨是一血拿的最多的对抗路。对，但这样子这一波，小仔这边是有个闪现的，这波微博射虎是没有闪现的，这波4分钟龙团看看怎么处理。这样老干爹应该会占据优势一点。因为他们有一个圆坦，对，还有个圆坦，哎来了，闪现了，主动然后老虎这波点回来，圆坦顶一下，给个链子接了一下裴擒虎，裴擒虎直接回头反跳，但同样也给了个链子接了一下圆坦，然后紧接着让小九先把龙给处理掉，但是曹操在龙坑里面一直在砍，圆坦回头反顶一下，但被小麦给点死了。这时候换一个人进场，小洛进去之后也砍掉了小麦，但小洛这个位置是走不了了，最终是被暖阳拿到了2连击破。小仔阵亡之后，一波微博1换3，中路兵线还能不能进得去？小明有大招就能守得住了。我感觉这波微博他拉扯的很好。暖阳他这里的话切个人形态，在那边卖手破绽，让小仔这边跳上来开他，然后他带着小白熊一起过去。但暖阳他这抵抗鞋加梦溪一个链子给他接走之后，反倒是 LG 他的一个阵型形成了一个割裂感。对，然后虽然说小仔也给了小白熊一个链子把他接过来，但是早已就位的子墨在龙坑里面是砍爽了。是的，来看一下，这里其实说白了就是在骗你上来开。哎，然后回头反咬你，虽然给链子接了，但看一下这一波子墨一闪进去小白熊正好在技能真空期啊，然后小仔也没什么技能了。啊，虽然说后面小洛进去之后击杀掉了小麦，但他自己也进到了对面的野区出不来了。这一波打完，再看暖阳这老虎的经济4800了。那是梦溪直接闪现跳上去拉2个，一波集火，加上哥的黑沙爆弹，带走了小白熊和小仔，意味着 LGD 的龙团前后1分钟的时间，野辅死了2次。经济一下子落后了3000，而且微博这波还能把他们的中塔给破掉。微博这个大优局面，6分钟不到，对位已经是19000的总经济对16000了，差了3000多。上路也能推，曹操的对位经济也压了，现在小洛他带线也带不出去了。子墨已经对位领先了1200块了。看一下这局比赛的预测情况，更多人看好的是杭州 LGD NBW。大家看到了微博这套阵容的辩证之后，还是选择了相信版本的答案，认为这套出场最多的巅峰对决的阵容5人组，赢面会更大。但我们都说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你有可能会被夹，那你被夹了肯定会被笑嘛。但是如果你成了，那你就是那个吃红利的人。微博在夏季赛的时候尝试做过一些调整和改变，但他那场比赛没有成功。他们还是在求变的路上。对，没有成功，但也没有放弃，对，用了一种新的变法。但我感觉还是在局内的这个打法上的一些灵活应对。就那一波黄超说的老虎上去，又你来开我。对，主要拉扯到了，因为刚好鲁班链子还是没给的嘛。啊、对。
其实就像老虎就是7号一样的感觉。对，你虽然硬开了，但是还是有链子拉回去。对，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你最好去诱敌深入的只有一个变人形态的老虎，就让你来开。对你其他的像有闪现有位移的戈亚，以及有闪的曹操，还有2技能有闪的沈梦溪都是不好开的。但这是很有风险的，你万一被开过去，一套就把你秒了。但是前面的话，那个时间点对于 LGD 的阵容伤害上来说的话，是很难把它给秒掉的。是的，而且梦溪的链子接得很快。对，其实现在中上的英雄都一样的话，但是已经经济差有一点大了，已经差不多一件装备了。对，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10分钟怎么处理了。大野位暖阳现在对位差了，就领先了2000多。他不仅仅是跟袁谭啊，他是上野上都是这样。然后子墨的话，曹操同英雄对位领先1000多。主要是前期小麦在下路被突破的那一波，他的经济没有比小九差，因为队友那边帮他打赢了啊，开大招解掉小仔的大招的2段，然后回头反砍一波状态。微博这个阵容，因为他输出点特别多，所以打到这种优势情况下 ，LGD 是跟他在这个阶段对抗不了的。对，只能想办法把经济全都集中在一个鲁班7号身上。小仔想过来拉子墨，子墨的那个大招的释放时机跟他的2段完全重叠，他一点都不急。到后面团战的时候就不用暖阳的老虎去卖了，他现在的老虎顶着这个经济，他是要去负责打团队的一个收割的。马上也要去到破军了。现在鲁班这边还没出到破晓，其实还没有特别大好的环境，他们得发育了。10分钟的龙团局面优势应该是在微博这边。从局内打出来的画面来看的话，微博他把下路的双人组父子给他拆掉，选了一个戈亚出来，确实是在下路的对线第一波的对线上是占优的。而且他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释放了鲁班大师，对，让他能够放开手脚去开，然后戈亚在后面补大招，他可以照顾好自己。是的，但鲁班7号就不行了。鲁班7号会很大程度上影响自己这个阵容，就是让他们必须得抱在一起走。然后就是裴擒虎比袁谭要好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跑图能力强，只要他顺起来，拦不住。刷野的能力、跑图的能力都要效率上比袁谭更高。袁谭他其实是提了这个阵容的强度，因为你这个阵容鲁班大师需要管鲁班7号的话，袁谭是需要在正面站住的。如果没袁谭的话，那这个阵容就没有前排。没错。暖阳这个经济都快赶上一个小洛加小白熊了。他俩加起来才比暖阳多一点。9200的裴擒虎出了破军宗师加暗影战斧，马上再来个大红刀。这人形态强化普攻 A 一下，这小九就得回家了呀。这 A 到小明身上也差不多。就差不多，暖阳这个装备只要跟 LGD 现在去碰一下，鲁班大师把大招交完，暖阳跳进去随便守。双龙。要多会儿时间。那这时候要想着主宰那刚刚就一丝血啊，这主宰，不过没有什么问题。差一点。这一炮吓死人了。小九如果这一炮打到了，双龙这一波拉脱，就让 LGD 可以喘一口气呀。但那个口子里没人，没站人。不过站人的话，那一下无敌沙嘴炮炸出来了，可以爆一下伤害。对。1万经济差了，现在就看这个双龙怎么处理。因为这个局面 ，LGD 想要做出一些反制都比较困难。在绝对的经济差的面前，你的伤害不足，你的坦度不够，你在对抗上你站不住脚啊。然后如果微博这时候他自己不浪，高地的位置稳步推进，对，他是可以慢慢磨的。用老虎的一个被动强普慢慢去打。直接跳上去，大招拉回袁谭，袁谭空不没有办法，大招想跳走跳不走，像个泥潭一样把他陷在了里头，拉回来接戈亚的黑沙爆弹，把他卷在里面。那这时候袁谭没了，微博5打4会尝试直接打一波。上路兵线进来，鲁班7号有点
不敢扛，不敢点。小鹿的曹操立在前方，但这个兵线是可以清的，兵线清掉了，还没完。LGD 还在防守，但是转到了下路，子墨想过去推高地，哎，戈亚，哎，差点。对，差一点就点掉了小明。但这时候把下高破了就可以退了。是的，圆坦也活了。双边高全破，要等下一波龙了。嗯，稳扎稳打，再等一波龙。看这会儿LGD他要不要尝试切一手奔狼？鲁班大师直接切手奔狼去抱团冲一个，南阳打个吊点。对，这局比赛反野个数19个，反野经济2175。现在7号经济其实也起来了，其实要注意一下7号那一波伤害。这裴擒虎的经济差不多等于2个圆坦了。你在这个赛季这一次年度总决赛，暖阳他的场均反野是6.29个，但他这一局比赛就是快3倍了，啊，已经超过3倍了。默契的提升中。中高也破，想顺着兵线来一波，兵线齐进。这个时候可以试一试。这波微博就想要强行一波了，鲁班大师跳进去就直接给大招拉回来，再接一个兵甲，对呀，黑太帮他灌进去，反开小仔这么回拉回来之后，但是又是一个链子接了一下裴擒虎，再换子墨进场回砍，让小麦在后方跟输出，直接点掉小白熊之后，也融掉了小九的鲁班7号，小麦2连击破，一波1换3。剩下了小洛和小明，还能打。小麦这边换了个复活，子墨他也在。是的，就看小洛和小明能不能守得住了。鲁班大师再跳拉回来，跟起火，曹操回头回砍，给一波炸，但是小洛扛不住，兵线进到水晶，北京微博一波拿下，让我们恭喜北京微博巅峰对决。